话说这大唐的太平日子过久了，连风里都带着股子腻歪劲儿。您各位听过公公抢儿媳的，可您见过抢得这么冠冕堂皇、抢得惊天动地的吗？就在那寿王府的后花园里，原本是一对神仙眷侣，怎么一夜之间，那正牌王妃就得脱了华服入道观，转头还得管自家公公叫亲爱的？这哪是简单的老房着火啊，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职场吞并。寿王李瑁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的头号竞争对手，竟然是给自己发工资的亲爹。这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权力的绝对碾压？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盛世的窗户纸给您捅破了。话说这大唐开元22年的长安城，那真是花攒锦簇、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您各位闭上眼琢磨琢磨，那大明宫的琉璃瓦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街面上的骆驼铃铛声能传出10里地去。可就在这人人觉得天下太平、万岁爷盛名的节骨眼上，一场足以震碎三观的职场吞并案，正悄悄地在那红墙深处憋着大招呢。就聊聊这寿王府里那对看起来掐出水来的模范夫妻，还有那位坐在龙椅上突然觉得手里的江山不香了的老总裁李隆基。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寿王李瑁是谁？那是武惠妃的亲骨肉，是皇上心尖上的爱子。当年他娶杨玉环的时候，那场面那是标准的强联手，家族联姻。杨玉环红农杨氏的闺女，那家世搁在现在就是顶级的名媛圈。小两口新婚燕尔，在寿王府里那是琴瑟和鸣，杨玉环跳个舞，李瑁吹个笛子，那日子过得叫一个滋润。可您得知道，职场里有个铁律，当你的生活太圆满，资产太扎眼的时候，往往就是风险最高的时候。尤其是你那掌握生杀大权的老板，正处在一种极度的心理饥渴期。咱们得把镜头拉回到大明宫的内院，那时候的李隆基刚送走了他这辈子最宠爱的女人武惠妃。您各位想啊，一个快60岁的老男人，权势到了顶，钱多得数不清，可身边突然没了个知冷知热、能接住他眼神的人，那种孤独感就像是深夜里的老猫挠心。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核心高管空缺，而且这个岗位非一般人能顶得上。老李那时候看谁都不顺眼，后宫佳丽3000，在他眼里全是流水线上的残次品。他需要的是什么？是一剂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没老，还能再战500年的强心针。就在这个当口，一场看似平常的家宴成了改变大唐国运的面试场。话说那是给咸宜公主办的婚宴，寿王李瑁带着媳妇杨玉环高高兴兴的进宫贺喜。您各位细品这个画面，杨玉环那天穿的是一身月白色的齐胸襦裙，外面罩着轻如蝉翼的披帛，腰间系着鹅黄色的丝带，走起路来那真是步步生莲。她那时候才20岁出头，正是那花骨朵刚绽放，带着露水珠儿的年纪。而李隆基呢？他坐在高台之上，手里把玩着白玉杯，眼神却在那满堂宾客里逡巡。突然，他的目光定住了。他瞧见了谁？瞧见了正给长辈敬酒的儿媳妇杨玉环。您各位注意这个细节，杨玉环敬酒的时候低头垂目，那脖梗子白得跟羊脂玉似的，脸颊上因为喝了点果酒，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李隆基在那一瞬间，手里的酒杯差点没端稳。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儿媳妇，他看到的是一张能让他枯木逢春的入职简历。那神韵，那体态，像极了当年的武惠妃，却比武惠妃更多了一分少女的娇憨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贵气。这时候，李隆基心里的那个魔鬼就开始探头了。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么好的资产，怎么就落到我那个窝囊儿子手里了呢？
我才是这个大唐集团的董事长，这天底下的好东西不都该归我调配吗？这就是职场里最阴暗的一种心态，老板的占有欲。当一个领导者觉得自己的权力可以逾越一切规则，包括人伦道德的时候，所谓的儿媳妇这个称谓，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注销的工号罢了。您看李隆基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可那眼神就像是在剥洋葱，一层层的在那杨玉环身上刮。旁边的老太监高力士是什么人？那是长了七窍玲珑心的人力资源总监。他一看老主子那眼神，心里就咯噔一下，随即就明白了8、9分。高力士心里琢磨，坏了，万岁爷这是看上自家的小棉袄了，这可是职场伦理的大忌啊！可高力士更明白，老板的欲望就是公司的最高战略方向，他得想办法把这件不可能的任务给办成了，还得办得体面，不能让天下人戳脊梁骨。而此时的寿王李瑁在干嘛？这位爷还傻呵呵的在那儿陪酒呢。他看着自家媳妇被父皇盯着看，心里可能还挺自豪，觉得媳妇给自己长脸了。他哪能想到，这哪是长脸啊，这是要在他的天灵盖上种一片大草原啊！这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顶级博弈局里，当你觉得自己处于优势，正向老板展示成果的时候，老板可能已经在盘算怎么把你净身出户了。李瑁的这种模范丈夫的优越感，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显得那么苍白，甚至有点滑稽。咱们再说说杨玉环当时的心理。她是个聪明女子，她肯定感受到了那道炽热的过分的目光。您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的公公，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主宰，用那种看情人的眼神盯着你时，你那后脊梁骨得冒多少冷汗？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把头低得更深，酒杯举得更高。这种诚惶诚恐，在李隆基眼里，反而成了一种诱人的羞涩。老男人的征服欲，往往就是被这种弱者的退避给勾起来的。他觉得这女子不仅是皮相好，这股子战战兢兢的劲儿，最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这一场酒宴下来，表面上是阖家团圆，暗地里却是杀机四伏。李隆基回了寝宫，躺在龙榻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一抹月白色。他开始嫌弃自己那些贵妃、淑妃了，觉得他们像隔夜的冷茶，没滋没味。这就是职场里的审美疲劳。当一个老板看腻了身边的老面孔，他就会渴望那种能带来颠覆性体验的新人，哪怕这个新人是违规内调过来的。而寿王府那边，回去的马车上，李瑁可能还拉着杨玉环的手，说着些贴心话。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婚姻，他的尊严，甚至他身为皇子的未来，都已经在那场家宴的觥筹交错中，被他亲爹给预购了。这种残酷的人情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不就是有些小年轻辛辛苦苦创业，刚有点起色，就被大资本、大老板盯上了，不仅要你的公司，还要你的人才，甚至连你的核心专利都要连根拔起，还得让你签个字说是自愿转让。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老李接下来的动作得有多狠？他不能直接抢，他得找个由头，得把这层皮给包得神不知鬼不觉。这一段咱们看到的是一个盛世君王的沉沦，也是一个职场小白家庭的崩塌。这种由于老板中年危机引发的资产置换，才是大唐走向那个荒唐转折点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您说，换作是您，在那个家宴上看出了公公眼神不对，您是赶紧称病回家躲着，还是顺杆爬，想方设法调入总部？这杨玉环啊，他其实没得选。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他和李瑁都不过是棋盘上最微不足道的卒子。老李这一盘大棋才刚刚落了第一子，这酒杯里的残酒还没凉透，那股子要把伦理纲常烧成灰的邪火
就已经在长安城的夜色里悄悄蔓延开了。咱们书接上回，话说那大明宫的一场家宴，李隆基那眼神就像是带了钩子，死死地勾在了儿媳妇杨玉环的领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老皇帝回了寝宫，那叫一个辗转反侧，龙榻上的金丝软枕被他翻过来调过去，怎么躺都不舒坦。这时候，他身边那位形影不离的大总管高力士正低着头，缩着肩，在那儿踢灯芯呢。这高力士是什么人？那是大唐朝最顶级的职场观察家，是李隆基肚子里的蛔虫。他一瞧皇上那眉头锁得跟死结似的，再联想宴席上皇上盯着寿王妃那恨不得生吞活剥的劲儿，心里就有底了。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最能揣摩董事长心思的行政总裁。董事长想裁掉亲生儿子的核心资产，收归总公司，这事儿不体面，不能明说，得让底下人去当这只脏手。话说这更深路重，长安城的打更声传到了寿王府。寿王李瑁正抱着热乎媳妇做美梦呢，突然听见门外一阵急促的叩门声。这种半夜三更的敲门声，在皇家那叫宣召，在职场那叫紧急会议。李瑁披上外裳，心里头直打鼓。他一开门，瞧见的是谁？正是那一脸阴恻恻笑意的高公公。您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高力士没进正厅，就站在那回廊底下，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个巨大的剪影。他那手里端着一把拂尘，不紧不慢地给李瑁行了个礼，嘴里吐出的话，那可比冬天的冰渣子还扎心。寿王爷，老奴这厢给您道喜了，圣上念着您纯孝，也念着王妃贤德，这不有桩天大的福气要降在您府上。李瑁这时候还没转过弯来，陪着笑脸问：公公，这喜从何来？高力士往前半跨了一步，那压低了的声音就像是毒蛇吐信子：王爷，圣上最近为了武惠妃娘娘的事儿，心气儿郁结，这龙体要是亏了，大唐的江山可就悬了。圣上瞧着王妃的神韵，最是能解忧，这不想请王妃进宫，给圣上尽尽孝心。您听听，这话术绝不绝？把抢儿媳包装成尽孝心，把乱伦美化成救驾，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大局观绑架。老板想要你的专利，他不直接说抢，他跟你说：小李啊，公司现在遇到了瓶颈，只有你手里那个核心技术能救全公司，你是要保你那个小家，还是要保咱们这个大家？李瑁一听，整个人就跟遭了雷劈似的，定在原地，半晌没说出话。他又不傻，这尽孝心尽到龙床上去，那还是他的媳妇吗？可他瞧着高力士那双藏在阴影里的眼睛，那不是高力士的眼，那是大唐皇权的眼，是那个能一句话让他荣华富贵，也能一句话让他身首异处的老子的眼。这就是职场里最残忍的权力压制，当大老板亲自下场当猎头，来挖你这个小经理的墙角，你有的选吗？咱们再看看此时屋里的杨玉环，她肯定醒了，正躲在屏风后面，听着这一字一句。您各位细品，那屏风上的山水画在烛光下微微晃动，就像杨玉环此时的心。她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和李瑁的缘分已经断了。这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们都成了权力的牺牲品。她看着丈夫那个在月光下瑟缩的身影，心里恐怕比死还难受。可她更明白，如果这时候李瑁敢说半个不字，明天寿王府的大门就得贴上封条。高力士瞧着李瑁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又补了一刀，这一刀才是真正的职场破。他轻轻拍了拍李瑁的肩膀，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王爷，您得想开点，这天下都是圣上的，圣上这是拿您当自己人才开这个口，要是换了旁人，圣上直接一纸诏书就办了。
您若是应承了，往后这东宫太子的位子，圣上心里能没数吗？瞧瞧，这叫画大饼，用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职位太子来交换你现在的核心资产媳妇。李茂在那一瞬间，眼神里的那点愤怒渐渐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灰般的绝望，还有一丝丝极其卑微的希冀。他弯下了腰，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皇子，在那一刻完成了他的职场阉割。他对着高力士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而沉：领旨，全凭父皇做主。这就是人性最幽微的地方。在极端的恐惧和极大的诱惑面前，男人的尊严往往是最先被抛弃的东西。李茂选择了低头，他选择了用媳妇的清白换取自己活下去的机会，甚至去搏那个遥不可及的皇位。这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有多少人为了那点职场升迁，为了那点奖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底线被践踏，还得陪着笑脸说老板英明。高力士走了，寿王府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李茂走进屋，看着杨玉环，两人相顾无言。那一夜，寿王府的灯火彻夜未灭。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两人坐在床头，能说什么？说我对不起你，还是说你一定要伺候好我爹？这种话说出来就是凌迟。杨玉环只是默默地收拾了几件轻便的衣裳。她知道，从明天起，她不再是寿王妃，她是这个帝国最昂贵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件贡品。而在大明宫里，李隆基正听着高力士的回禀，嘴角浮起一抹满意的笑。他并不在乎儿子的感受，在他眼里，儿子不过是他的下属，下属对上司的贡献那是理所应当。这种老板的傲慢是所有悲剧的源头。他不仅要杨玉环的人，他还要名正言顺，要让全天下人都觉得这是杨玉环自己想上进。于是，一个极其荒唐却又极其合规的职场调岗方案出炉了，让杨玉环先出家做女道士。这在当时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度脱，意思是为了给太后祈福，杨玉环得舍弃红尘，去做个出家人。您各位瞧瞧，这招多阴损！先把你的劳动合同给解约了，离婚，让你去进修学习一段时间当道士，等过2年，大家把这事儿忘了，总公司再把你重新招进来，那时候你就是独立新人，跟寿王府没半毛钱关系了。这第一场暗战以老板的完胜告终。李茂输了尊严，杨玉环输了自由，而李隆基赢回了他的青春幻觉。这种披着道德外衣的权力掠夺，才是大唐盛世底下最腐烂的淤泥。您各位咂摸咂摸，这高力士的嘴是不是比杀人的刀还要快？这李茂的软骨头是不是又透着咱们普通人的无奈？话说这高力士传完了那道催命的口信儿，寿王府里的灯火就跟那风前的残烛似的，忽明忽暗，映着李茂那张惨白如纸的脸。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天底下最憋屈的事儿，莫过于亲爹管你要媳妇，还得让你觉着这是祖坟冒青烟的造化。这寿王妃是怎么蜕掉那层皮，变成太真道士的？这可不是简单的换件衣裳、剪截头发，这是一场大唐顶级职场里的合同改签与身份洗白的大戏。您看这李隆基，他虽然是大唐的董事长，但他也要脸面，也得顾及这股东大会，也就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唾沫星子。他不能明着发通告说，我看上我儿媳妇了，明天让她搬进大明宫。那叫什么话？那叫自毁长城。所以他得玩一手以退为进的迂回战术。这在咱们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核心骨干离职后的敬业禁止期，也叫调岗前的带薪进修。于是一纸名为为太后祈福的调令下来了，名义上好听的不得了，说杨玉环这孩子有慧根，又是皇家的儿媳妇，
理应代表全家去道观里给已经过世的窦太后尽孝心。您瞧瞧，这老李把孝字大旗一扯，谁敢放个屁？这就是职场高端局里的名义置换。明明是要私有化这笔资产，偏偏要打着为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为了报答老领导的幌子。咱们得把这显微镜对准那寿王府大门口。那天清晨，长安城的雾还没散，一辆素净的连点花纹都没有的小车就停在了府门前。杨玉环要走了，您各位细看，那天她没抹胭脂，没贴花钿，素净的就像一朵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白莲花。她跨出那门槛的时候，脚底下顿了那么一下，这一下可不是留恋那王府的荣华富贵，那是对过去那个李家儿媳身份的最后一次告别。李茂就站在回廊后面，压根没敢露面。您说他是怂吗？是，确实怂，但在那个节骨眼上露面就是找死。他躲在柱子后面，眼瞅着自家媳妇那抹纤细的身影钻进了车厢，手死死地抠着那漆红的柱子，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了。这在现实职场里，就像是你辛辛苦苦带出来的业务团队，被大老板一句话调到了自己直属的特研组，你还得在会上带头鼓掌欢迎，说这是给年轻人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权力阉割后的心如死灰，李茂算是尝到了骨子里。马车辚辚，直接拉到了太真宫。这地儿名字取得雅，其实就是个职场隔离区。进了这儿，杨玉环就不叫杨玉环了，她得有个法号，叫太真。这名字起的也有讲究，真者真纯也。老李这是想告诉天下人，这姑娘现在是方外之人了，跟寿王那个合同已经解约，她是自由身，是属于老天爷的，哦不，是属于大唐皇室公有的。在这道观里，杨玉环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以为真让她天天念经打坐？嘿，那您就太天真了。这太真宫里伺候的人，全是大明宫里调出来的精锐，领头的就是高力士的徒子徒孙。这叫隔离不革新。每一天，杨玉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翻了哪卷经书，甚至叹了几口气，都会写成加急简报，摆在李隆基的御案上。这在职场上叫高管入职前的背景调查与心理建设。老李得确认，这姑娘心里那点前任的影子是不是踢干净了。杨玉环在那寂静的道观里，看着那青烟缭绕，心里能没气，能没怨。可他更是个通透的人，他知道从李茂低头的那一刻起，那个家就回不去了。他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把这个女道士的角色演好，演得让那个老男人心痒难耐。于是他开始学习道教的那些玄学，把自己打扮得飘飘欲仙，那股子清冷劲儿里带着一丝勾人的妩媚，就像是那冰川底下的火苗。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叫差异化竞争。后宫那些女人，要么是讨好卖乖的，要么是争风吃醋的。杨玉环现在的形象是出家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李见惯了那些上赶着的，突然见到这么一个冷若冰霜、满身仙气的儿媳妇，那新鲜感，那征服欲，还不跟火山爆发似的。这在职场营销里叫品牌重塑，把一个旧产品重新包装，换个赛道，贴上限量版和高冷风的标签，身价立马翻100倍。咱们再看李隆基，他在宫里也没闲着，他得给这件事儿做后续的公关洗白。他开始频繁的给寿王李茂封赏，一会儿赏点珠宝，一会儿给点职权。这在现代博弈里叫补偿性遣散费。老子抢了儿子的心头好，给点钱，给点位子，意思是你闭嘴，咱们这账就算清了。李茂呢，接这些赏赐的时候，还得跪在地上大喊父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心理上的双重践踏，把皇权的残酷演到了极致。
最绝的是，李隆基还专门找了一帮文人墨客去太真宫周围转悠，写点什么太真仙子的诗词。他要通过舆论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天降神女，是上天派来保佑大唐、保佑他这个老皇帝的。这叫职场造神运动。只要这神造的足够高大上，那点伦理上的小瑕疵也就不叫事儿了。您各位试想一下，一个20出头的姑娘，在这深宅大院的道观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那风吹铜铃的声响，她想的是李茂那张懦弱的脸，还是李隆基那张写满了欲望的老脸？恐怕她想的是生存。她开始明白，在大唐这个巨大的职场里，美貌是她的原罪，也是她唯一的筹码。既然逃不掉，那就索性当最红的那一个。这种由虚入实的转变，是杨玉环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她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开始转变角色，去观察那个老男人的喜好，去练习那个能让江山倾覆的笑容。这太真宫的几年，哪里是祈福啊，那简直是顶级贵妃培训班。她在那儿练就的一身本事，后来全用在了李隆基身上，每一招都点在了那老皇帝的死穴上。这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不就是那种被大公司恶意兼并的小企业主吗？你的牌子没了，你的独立性没了，你被迫加入那个你曾经看不起的大平台。这时候，你是选择自怨自艾，最后被彻底清理掉，还是选择研究大平台的逻辑，让自己成为那个平台不可或缺的核心资产？杨玉环选了后者，而且他做的比任何人都绝。名为出家，实为洗白；名为祈福，实为待价而沽。老李玩得一手好猫捉老鼠，高力士演的一出好借花献佛，而杨玉环，他在那青烟背后正一点点磨砺自己的爪子。这大唐盛世的底色，在这道观的晨钟暮鼓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暗。话说这太真宫里的清苦日子，一晃眼就是几年。您各位咂摸，这几年里，李隆基那是真能忍吗？嘿，那叫战略定力。他在大明宫里掐着指头算日子，算着那寿王妃的名头在大伙脑子里磨得差不多了，算着那杨玉环在道观里被冷落的心里的火候也该到了。得聊聊这场大唐职场史上最奢华也最见不得光的入职试用期终极考核——华清池温泉宫里的肉搏博弈。这年头，职场新人入职得有个仪式，或者是团建，或者是入职培训。李隆基给杨玉环选的这个地儿，那叫一个讲究。骊山华清宫。您各位琢磨，为什么不在冷冰冰的大明宫？为什么要拉到这热气腾腾、云雾缭绕的山上？这在咱们现代管理学里，这叫脱产封闭式高管谈话。离开那个条条框框的长安城，离开那个处处讲人伦、处处有御史盯着的行政中心，到了这深山老林里的行宫，规矩就松了，人心就活了。那天，骊山的风带着股子凉意，可华清池里头那是热浪滚滚。您细看那水面，飘着一层厚厚的玫瑰花瓣，水汽氤氲的，连对面的人脸都瞧不真切。杨玉环这时候已经不是那个诚惶诚恐的寿王妃了，她是太真道士。她跨进那温热的水里时，白皙的脚踝划破了水面，那一刻，她心里最后一点关于儿媳妇的羞耻感，估计也随之沉到了池底。这叫什么？这叫彻底的职业转型。李隆基就坐在池子边的汉白玉榻上。老皇帝这时候已经快60了，身体虽然还硬朗，可眼神里总透着股子英雄迟暮的焦虑。他看着水里那个若隐若现的身影，就像一个老猎人守着自己养了3年的诱饵。他在等杨玉环主动游过来。这在职场博弈里叫谁先开口谁就输。虽然他是老板，但他得让杨玉环觉得是他自己离不开这个平台，是他自己想要这份贵妃的 offer。
杨玉环呢？他在那雾气里慢慢游着，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精心排练过的霓裳羽衣舞。他没有急着上岸谢恩，也没有像那些没见识的小答应一样吓得哆嗦。他就那么不远不近的待着，偶尔露出一截如藕般的玉臂，在那儿拨弄着水花。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叫价值展示。他得让李隆基看明白，这3年的冷落没磨掉他的灵气，反而给他镀了一层方外之人的仙气。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极具个性的顶级人才。我不求着你录用，但我在这儿一站，你就知道错过了我，你这辈子再也找不着第二个。终于，老皇帝忍不住了，他挥了挥手，让那些伺候的宫女、太监，包括高力士，全都撤到了10丈开外。这华清池里就剩下了公公和儿媳。哦，不是老总裁和他的准首席执行官。李隆基哑着嗓子唤了一声：“太真。”杨玉环这才缓缓回头，那一双眸子在雾气里亮得惊人，却没有泪，只有一种看透世俗的冷静。他走上岸，任由温热的水珠顺着脊背滑落，那一刻的温泉水滑洗凝脂，洗掉的是过去的伦理枷锁，凝住的是未来的权力野心。他跪在李隆基脚下，轻声说了一句：“贫道太真，谢圣上隆恩。”您听听，这称呼多有意思！我不叫您父皇，我叫您圣上，我不自称儿臣，我自称贫道。这一句话就把过去那层血缘人伦的遮羞布给扯得稀碎，重新确立了君臣以及男女的关系。李隆基伸出那只布满老人般的手，轻轻托起杨玉环的下巴。那一刻，两人的呼吸缠绕在一起。这哪是爱情啊，这是2个孤独灵魂的利益交换。李隆基想要的是通过占有这个年轻鲜活的肉体，来确认自己依然拥有征服世界的雄风。杨玉环想要的是通过抱住这根最粗的权力大腿，来洗刷被丈夫抛弃、被家族当成贡品的屈辱。这在现实映射里，就是2个各怀鬼胎的高层，在私人会所里达成了一项足以改变公司股权结构的秘密协议。咱们得深挖一下杨玉环此时的心理微操。他知道，这老男人虽然权倾天下，但内心极其脆弱。他怕老，怕死，怕没人懂他的艺术品味。于是他不聊朝政，不求名分，他跟李隆基聊音律，聊那虚无缥缈的仙山。他把自己包装成李隆基的灵魂伴侣，这叫精准打击用户痛点。后宫那些女人只会争宠要首饰，而杨玉环给李隆基的是一种我也曾是仙家人的梦幻感。那一夜，华清池的灯火摇曳了一宿。第2天一早，高力士在大门外候着，瞧见皇上扶着杨玉环的手走出来。老皇帝那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仿佛年轻了10岁，而杨玉环的眉眼间多了一抹化不开的凌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场入职面试通过了，而且是超预期完成。可您各位别忘了，这时候的寿王李瑁在干嘛？他还在长安城里的王府里，听着这些从骊山传回来的碎言碎语。每一句皇上圣宠，都像是往他脸上扇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耳光。在职场里，这种前任老板或者前任合伙人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你看着你的核心资源在别人手里发光发热，你还得写贺信，你还得在公开场合表达祝福。李瑁这种被彻底权力阉割后的沉默，才是大唐盛世底下最深沉的悲哀。这华清池的一夜，实际上是大唐权力中心的一次暗箱操作。他向全天下宣告，在李隆基这里，规矩是给弱者定的，而他就是规矩本身。杨玉环通过这一场特殊的职场晋升，正式踏入了权力的核心圈。她不再是那个被动等待命运安排的弱女子，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美貌这个最锋利的武器，去切割大唐这块巨大的肥肉。
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温泉水里的博弈，到底谁是赢家？是抢到了儿媳的老皇帝，还是得到了江山的杨贵妃？其实啊，都是输家。因为从这一刻起，大唐的脊梁骨，那份克制与清明，已经在这温软的水汽里被泡软了、泡烂了。天宝4载，在那大明宫的宣政殿外，阳光晃得人眼晕。李隆基坐在那把象征最高权力的龙椅上，手里攥着一卷明黄色的绢帛。这卷帛书就是那份让全天下倒吸一口凉气的高管任命书。您各位细看老李那张脸，那褶子里藏着的不是威严，而是一种我摊牌了，我就抢了，你们能拿我怎么着的流氓式自信。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董事长强行通过关联交易，明知道这程序不合法，这项目有毒，但他非要用手里的绝对投票权把这事儿给砸瓷实了。随着那老太监的一声长喝，册杨氏太真为贵妃，这满朝文武的众生相，那才叫一个精彩。您瞧瞧，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动不动就拿礼记说事儿的御史言官们，这时候一个个把头埋得比裤腰带还低。为什么？因为他们看明白了，这不是在讨论家里那点破事，这是老板在做忠诚度测试。谁这时候站出来说皇上，那是您儿媳妇，谁明天就得收拾铺盖卷回老家种地。这职场现实就这么残酷，当老板决定指鹿为马的时候，你不仅得点头，你还得夸那马长得真像鹿。而咱们这位新晋的杨总监杨贵妃，在那一刻又是啥样？她身披一件石榴红的销金大袖衫，头上戴着金蕾丝嵌宝的凤凰步摇，每走一步，那流苏就跟着轻轻颤动。她不再是道观里那个清心寡欲的太真，也不是王府里那个委曲求全的小媳妇。她的眼神变了，那是一种带着刀锋般的冷静。她踩着红地毯，一步步走上那权力的巅峰，路过那些跪在地上的朝臣时，她连余光都没扫一下。这叫向死而生后的决绝。她心里清楚，既然名声已经脏了，那就得把权力抓得死死的；既然已经回不去人间，那就在这天上的云端，把这一场戏唱到绝响。咱们得把镜头对准一个最尴尬的人物——寿王李瑁。这时候的他还得站在皇子的队伍里，亲眼看着自己的前妻在那如雷贯耳的鼓乐声中，正式搬进了自己亲爹的寝宫。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心理打击，那简直是核弹级的。换做旁人，恐怕当场就得呕出一口老血。可李瑁呢？他不仅得站着，还得跟着大伙儿一块儿躬身下拜，高呼万岁，贵妃千岁。这一声千岁，喊碎的是男人最后的尊严，换来的是一条保命的残喘。这就是权力博弈里的极致剥削，不仅要拿走你的全部，还要你亲自签字确认，说我是自愿捐赠的。李隆基这手儿玩的绝在哪儿？他不仅封了贵妃，还顺带手儿把杨家的那帮亲戚全给内招进来了。杨玉环的大哥杨乙，二哥杨建，还有那位日后权倾朝野的堂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杨国忠，一个个封官许愿。这在职场管理学里，这叫派系架构重组。老李知道自己这事儿办得不地道，他需要一批完全依附于杨贵妃，也完全依附于他的自己人来冲抵原有的朝廷势力。这就像一个空降的 CEO， 为了站稳脚跟，必然会带一套自己的班底，哪怕这班底全是些只会溜须拍马的草包，只要听话就是好工具。这时候后宫里的那些老员工们，一个个心都凉透了。梅妃江彩萍，那是曾经的后宫一姐，此时正抱着那盆清冷的梅花，在那上阳宫里长吁短叹。她不明白，自己拼死拼活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就被一个走后门的儿媳妇给直接顶了岗？这在职场里太常见了。你兢兢业业，深耕多年，以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元老，
结果老板为了追求新鲜感和某种特殊的私利，随手招进来一个背景复杂的空降兵，一夜之间，你的所有功劳都被清零。杨贵妃进宫后的第一把火，烧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宫里的规矩。她不爱穿那些繁琐的朝服，老李就专门为她养了700个绣工，天天翻新样。她爱吃南方的荔枝，老李就开了跨省的绿色通道。您瞧瞧，这叫特权机制的确立。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当一个人可以无视所有的预算和流程，只为了满足个人的喜好时，这个组织的制度就已经开始瓦解了。老李对杨玉环的这种无上限授权，名义上是宠爱，实则是他在用整个大唐的资源为自己的私欲买单。咱们得细扣一下杨玉环在寝宫里的一个动作。据小道消息说，他进宫后专门把那寿王府带来的旧物件全给烧了，一件没留。这动作狠不狠？这叫斩断因果。他在那跳动的火苗前，看着那些承载着他少女时代的丝帕、书信化成灰烬，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这在现实中映射的是那些为了向上爬而彻底背弃过去的人。他们知道，在这个只有输赢的博弈场里，感性是最大的累赘，只有冷冰冰的利益才能织成最坚固的盔甲。这一段贵妃册封是大唐盛世里的一场黑色幽默。李隆基觉得自己赢了，他终于把心心念念的宝贝名正言顺地搂进了怀里。杨玉环觉得自己赢了，他从阶下囚变成了人上人。杨家人觉得自己赢了，他们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有势力的外戚集团。可唯独大唐输了，输掉了那份开元盛世攒下来的正气和底线。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真的是一场双赢的转正吗？在这满宫的喜庆背后，有多少人在咬牙切齿？有多少制度在崩塌？老李这种任性式管理，其实已经在大唐的承重墙上凿开了一个大洞。而杨贵妃作为这个洞里开出的一朵最艳丽的花，它的根其实是扎在正在腐烂的废墟之上的。话说这大明宫的门槛，自从杨玉环这双绣花鞋踏进来之后，那可就不再是皇家的规矩，成了杨家的自留地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职场里最怕的不是老板宠一个员工，而是老板为了宠这个员工，允许他把7大姑8大姨全招进来，还个个都顶着副总裁的头衔。咱就得揭开这盛世大唐最荒唐的一幕，杨氏集团的裙带入股与职场派系大换血。您各位瞧好了，这杨玉环在那华清池里抛开了身子，在大明宫里站稳了脚跟。他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怎么贤惠，而是怎么扎根。在深宫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地方，没点自己人，那宠爱就像是沙滩上的堡垒，浪头一打就散。于是，一场大唐版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式剪彩开张了。先说这位杨国忠，也就是杨玉环那位远房堂兄。这位爷以前在老家是个什么货色？说好听点叫不羁之才，说难听点那就是个混迹赌场，连饭都吃不上的地痞无赖。可架不住人家肚子里有贵妃同款的血脉啊！李隆基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恋爱脑的中晚期，杨玉环只要在那枕头边上吐气如兰的吹那么2句，圣上，臣妾那哥哥虽然落拓，但对您那是绝对的赤胆忠心。嘿，您猜怎么着？老李大笔一挥，杨国忠直接从基层办事员一路坐火箭，最后竟然当上了大唐的宰相。您说那些跟着李隆基打江山、辛辛苦苦考功名上来的老员工们，心里得凉成什么样？老宰相张九龄那可是大唐的风度之神，结果呢？被杨国忠这种小人排挤的只能回家养老。这就是职场里的劣币驱逐良币，当关系网大过 KPI 的时候，这个公司的歌就已经烂了。咱们再看看杨家那3姐妹，大姐韩国夫人，3姐国国夫人，
八姐、秦国夫人。这三位主进京的时候，那场面，长安城的百姓都看傻了。金银财宝装了几百车，后面跟着的奴仆能排满一条街。他们进宫见皇上，那是不需要预约的，甚至连头都不用磕，直接管李隆基叫妹夫。您各位咂摸这称呼，在皇家这叫愚智，在职场这叫管理层混乱。特别是那位国夫人，史书上说她素面朝天，不施粉黛就敢去见驾。你以为她是真清高？嘿，那是顶级的高级绿茶。她是在向李隆基展示一种姿态，我们杨家的女人基因就是这么强，不化妆都比你后宫那3000胭脂俗粉强。李隆基还就吃这一套，大把的银子往这几位姨子手里塞。这时候的杨家已经不是在打工了，他们是在技术入股，用杨玉环的圣宠当股份，强行在大唐集团里套现。最炸裂的一幕发生了。有一次，杨家人和皇家的公主、驸马在街上抢道，杨家的家奴竟然挥着鞭子抽在了公主的侍从身上。您想想，这可是亲闺女啊！李隆基知道后，竟然只是象征性的骂了2句，回头又给杨家送了一堆安抚费。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老李心里，这外戚的分量已经超过了嫡系。这就是职场里最危险的信号。老板为了保住他的心头好，已经开始纵容这帮外戚派系践踏公司的基本红线了。咱们得细扣一下杨玉环在这中间的角色。她真的只是个无辜的、爱吃荔枝的小女人吗？您各位把显微镜对准她在席间给李隆基剥荔枝的手，那指甲盖儿修剪得圆润如玉，可那拨弄果肉的劲头，透着一股子掌控欲。她每次给兄弟姐妹讨官要赏，都是选在老李心情最好的时候，或者是老李刚做出一首新曲子，或者是2人刚在那华清池里折腾完。这叫情绪价值变现。他深知老男人的软肋，只要我让你开心，这个帝国你想给谁就给谁。这种家族式经营带来的是什么？是整个大唐管理层的停滞。杨国忠当了宰相后，身兼40多个官职。您说他有3头6臂吗？没有，他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朝堂上唯一的业务就是打压异己。谁敢说杨家一个不字，明天就得在贬谪的路上吃土。这在职场博弈里叫清除干扰项。杨家建立了一道厚厚的人肉墙，把外界所有的真实声音、所有的预警信号全给挡在了大明宫外头。您各位咂摸，这时候的寿王李瑁在干嘛？他还在长安。他看着曾经跟他抵死缠绵的女人，现在领着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把自己亲爹的江山当成提款机。他心里的那份滋味，恐怕已经不只是痛苦，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他怕杨家人为了彻底抹除过去的痕迹，哪天顺手把他这个前夫也给收拾了。这种在自己家里当边缘人的憋屈，是所有职场败将的共同宿命。而大唐的基层员工，那些守边的将士、纳税的百姓，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赋税越来越重，官员越来越贪，而皇上和贵妃还在那儿研究哪里的温泉水更滑。这种分配极度不公，正是所有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老李以为他买到的是一段跨时空的真爱，其实他买下的是一份足以引爆整个帝国的坏账资产。杨玉环在那高耸入云的阁楼上，看着长安城的烟火，她或许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忘了，在职场里，如果你的一切全靠一个人的宠爱，而没有实实在在的业务支撑，那你就是个高级的泡沫。一旦那个老人的宠爱褪色，或者外面的局势乱了，第一个被推出去平息众怒的，绝对是这个最显眼的泡沫。您各位说，这杨家人的荣华富贵真的能长久吗？
当一个家庭的权力已经大到能左右国策，甚至能左右皇权的时候，这到底是福，还是那催命的福？这杨玉环剥开的每一颗荔枝里头流出来的，其实都是大唐的血啊！话说这大唐的长安城，要是论起奢靡，那是全世界的中心；可要是论起这职场里的病态考核，那也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咱就盯着那颗红彤彤带着露水珠子的荔枝，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哪是果子啊？这是杨贵妃给大唐集团立下的职场 KPI， 也是李隆基为了哄员工开心，亲手给大唐江山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咱先看看这荔枝是怎么回事。杨贵妃生在蜀地，长在江南，嘴刁那是出了名的。这长安城虽然富庶，可到底偏北，想吃口新鲜的岭南荔枝，那比登天还难。可李隆基是谁？那是大唐的首席执行官，他为了表达对这位空降高管的极致宠爱，下了一道死命令：从岭南到长安几千里的路程，荔枝送到贵妃嘴里的时候，那壳的是红的，肉的是晶莹剔透的。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不计成本的行政开支。您各位细品，为了这一盘果子，大唐的驿站系统全线疯狂。那一马跑死在路上是常有的事儿，换马不换人，昼夜兼程。这驿站本来是干嘛的？那是用来传递军情、下达国策的，是国家的内网系统。可现在呢，整个带宽全被杨贵妃的私人订单给占了。这就是职场最忌讳的事儿，公器私用。当一个公司的核心资源不再为业务服务，而是为了老板家属的小嗜好服务时，这公司的效率就离崩盘不远了。咱们得把镜头对准那长安城郊的驿道，尘土飞扬中，一匹快马跑得四蹄生烟，马背上的骑士嗓子都喊哑了。路边的百姓赶紧躲闪，谁要是慢了一步，被马撞死了，那也就是白死，还得落个阻碍公务的罪名。您说这老百姓心里能没火？这在现实中映射的就是那些大企业里的特权部门，他们拿着全公司最高的预算，干着最没意义的活，还得让基层员工给他们让路。这种积怨不是一天两天攒下来的，那是每一颗荔枝流下的汁水，都在老百姓心里烫出了个血泡。再看看大明宫里的杨玉环，他坐在那铺着波斯地毯的凉殿里，玉手轻抬，拨开那一层红红的薄壳。他看都不看窗外那些为了这颗果子累死累活的人。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皇上对我真好，这普天之下只有我配得上这份宠。这叫职场特权的自我催眠。一个人一旦习惯了这种超越规则的待遇，他的同理心就会彻底丧失。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大唐的一份子，他觉得自己是凌驾于大唐之上的神。李隆基在那儿坐着，看着杨玉环吃得高兴，他心里那个满足感啊，比打赢了一场胜仗还大。这就是老男人的沉没成本谬论。他已经为了这个女人背叛了儿子，得罪了祖宗，破坏了规矩，所以他必须得加倍的对她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他每多给杨家一份赏赐，每多为杨玉环开一次绿灯，其实都是在给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打补丁。他以为这是深情，其实这是他在职场决策上的赌徒心理，输得越多，越想下重注扳回来。咱们再说说朝堂上的那些业务骨干，大将哥舒翰、安禄山这些人，看着皇上为了几颗荔枝动用国家一级战略储备，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既然规矩可以为了女人破，那为什么不能为了我破？这叫价值观的整体坍塌。安禄山那个胖子，天天在大殿上跳胡旋舞，逗杨贵妃开心，甚至还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玉环当干妈。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辈分乱不乱？
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小人上位，他不靠业绩，他靠钻老板的裙带关系，靠把职场伦理踩在脚底下上位。杨贵妃对安禄山的这种提拔，那是典型的派系平衡术。他知道杨家在朝中根基浅，需要一些手里有兵权的外藩来当外援。于是他在大明宫里给安禄山搞了个喜儿礼，把这几百斤重的壮汉像婴儿一样裹在锦缎里逗乐。李隆基竟然还觉得这画面很温馨，这就是老板被小圈子文化蒙蔽了双眼的典型案例。他以为这是一家亲，其实人家安禄山正在计算着大明宫的城墙有多厚，盘算着怎么把这间大唐跨国集团给兼并了。这时候的职场氛围已经诡异到了极点，大家都不谈正事，都在谈怎么哄贵妃开心。南方送来奇珍异兽，北方送来名贵皮毛，谁送的东西能让贵妃笑一声，谁就能直接晋升。这种以老板情绪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把整个大唐的官僚机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马戏团。真正干活的人被边缘化，只会杂耍的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您各位试想一下，当那些在边疆吃沙子拼老命的将士们听说长安城里的贵妃吃一颗荔枝要累死几十匹马，耗掉几万两银子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股气还顺吗？这种贫富差距和待遇不公，直接导致了团队凝聚力的彻底溃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安史之乱，叛军能一路势如破竹，因为大唐的员工们已经不想为这个家天下的老板卖命了。杨玉环剥开的那颗荔枝，里头那股子清香，其实是帝国腐烂的前调。他每咽下一口，大唐的根基就松动一分。他在那霓裳羽衣舞里旋转的时候，没发现这地板已经裂了缝。这就是职场里最悲哀的高管，自以为掌握了权力的密码，其实只是在泡沫上跳舞。而李隆基这个曾经开创了盛世的聪明人，就在这种温香软玉里，亲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失能的老板。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这不就是有些公司发展壮大了，老板就开始任人唯亲，为了家庭琐事动用公司资源，把好好一个有前途的企业带坑里去了吗？那些所谓的荔枝，可能是老板娘要买的豪车，也可能是老板小舅子要挥霍的公款。等到了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平时围着你转的安禄山们，才是捅刀子最狠的那一个。这一段荔枝 KPI， 咱们看的是贪欲，拆的是管理，探的是这盛世之下藏着的血泪。老黎以为他买到的是一颗甜果子，其实他买下的是大唐最后的余晖。您各位说，这荔枝真的好吃吗？当那汁水顺着杨贵妃的嘴角流下来的时候，大唐的国运也跟着流干了。话说这大唐的江山，在那霓裳羽衣曲里晃荡了10几年，终于在那天宝14载的冬天，被渔阳鼙鼓给震碎了。安禄山这个干儿子，带着满脑子的反骨和10几万虎狼之师，一路南下，直扑长安。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哪是简单的造反啊？这是大唐集团最大的区域经理带着整条业务线叛逃了，而且还要吞并总公司。那一天的马嵬坡，风里都带着股子土腥味儿。老皇帝李隆基带着杨贵妃还有杨国忠那一大家子，灰头土脸的逃到了这儿。您瞧瞧，这哪还有半点盛世君王的样？老李身上的黄袍都沾了泥点子，杨贵妃那双平日里只踩波斯地毯的绣花鞋，现在陷在黄土里，跟落了难的民妇没两样。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公司彻底破产清算，高管集体跑路。可这跑路也不太平，随行的禁军将士们一个个饿着肚子，红着眼珠子。他们心里那股子憋了10几年的火，终于在这荒郊野外爆发了。士兵们把矛头一转，围住了老皇帝的马车。
领头的陈玄礼将军，那也是老资格的部门经理了。他跪在地上，话却硬得像石头。陛下，杨国忠通敌误国，乱兵已将其诛杀。若不处死贵妃，将士们心不平，这路怕是走不下去了。您各位细品这句话，这哪是求情，这是赤裸裸的逼宫。这在职场博弈里叫基层员工联合中层干部对大老板发起的终极罢免协议。他们给老李出了个单选题，是要你的核心资产杨贵妃，还是想要你这颗老脑袋？李隆基在那马车里手都在哆嗦，他看着外面黑压压的刀枪，再回头看看缩在角落里满脸惊恐的杨玉环。那一刻，老李心里的算盘珠子拨拉得飞快。他真的爱杨玉环吗？爱。为了他，他甚至可以不要名声，不要人伦。但在命和权这两个终极 KPI 面前，所谓的真爱，在那一秒钟就贬值的不如一张废纸。这就是顶级老板的汽车保帅逻辑。当公司的生存受到威胁，哪怕是你最宠爱、立功最大的首席执行官，只要他成了众矢之的，只要牺牲他能换取团队的稳定，老板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出去喂狼。老李这时候没想过杨玉环陪他跳舞的柔情，没想过华清池里的缠绵，他想的是，如果我不点头，这帮大头兵下一秒就能冲进来把我给剁了。杨玉环呢？他看着李隆基那张躲闪的脸，眼神从惊恐逐渐变成了死灰。她是个多聪明的女人啊！他在那一瞬间就明白了，这个口口声声说要跟他长生殿里盟誓的男人，已经把他给卖了。这在现实中映射的是那些为了保住位子，随手就把下属推出去背锅的领导。你以为你是他的心腹，其实你只是他的垫脚石。高力士这时候又上场了，这位公关总监最后一次发挥了他的作用。他走到杨玉环身边，低声说了一句：“娘娘，陛下也是身不由己，您若不死，陛下难保。为了大唐，您就成全了陛下吧。”您听听，这话说的多么道貌岸然，把谋杀包装成成全，把自私美化成大义。杨玉环凄然一笑，那笑容在黄土漫天的马嵬坡显得那么凄凉，又那么讽刺。他站起身，最后一次向李隆基行了个礼。老李在那儿捂着脸哭，哭得惊天动地，可他那手指缝里分明露出一道冷冰冰的光，在偷看外面的动静。这哭声其实是哭给将士们听的，是在做最后的情感公关。瞧瞧，朕也是被逼的，朕多心疼啊！你们可不能再恨朕了。杨玉环被带到了佛堂前的一棵梨树下，高力士手里那根白绫，那是大唐最昂贵的离职补偿。当那根白绫勒住那节曾经让老皇帝神魂颠倒的脖梗时，杨玉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寿王府里那个清秀的少年，还是大明宫里那颗带血的荔枝？那一刻，风停了，杨贵妃倒在了枯草堆里，像一朵被揉碎了的石榴花。将士们上去验了尸，确定这笔坏账已经彻底核销，这才收了刀兵，护送着老皇帝继续逃命。这就是职场最冷酷的真相，当你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甚至成了老板的负累时，你的死亡就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而李隆基，他在马背上继续流着眼泪，他把这段血淋淋的谋杀在心里慢慢加工成了一段凄美绝恋。他得骗自己，得让自己相信自己依然是个情种。这就是权力的傲慢，他不仅要剥夺你的生命，还要收割你的悲剧，把它变成自己人设里的点缀。您各位咂摸咂摸，这马嵬坡的梨树见证的是什么？是爱情的幻灭，还是权力的现形？那杨玉环，她这辈子就像是一件精美的瓷器，被公公抢过来，被家族供起来，最后被老板摔碎在逃亡的路上。她从来没掌握过自己的命，
它只是盛世里最鲜艳的一抹血色。映射到咱们现在，这不就是那些大厂裁员时的缩影吗？当红利期过了，当风险来了，那个曾经被捧上天的明星员工，往往就是第一个被推出来平息舆论、承担责任的背锅侠。老板的眼泪是真的，但手里的刀子也是真的快。这一段马嵬坡弃子，咱们讲的是人性的凉薄，看的是权力的狰狞。那杨玉环咽气的时候，大唐的盛世也就跟着彻底断了气。您各位说，那老李在往后的日子里，半夜醒来，会不会梦见那根白绫？还是他只会怀念那华清池里已经再也找不回来的虚假的青春？话说这马嵬坡的黄土还没掩实杨玉环的娇躯，大唐这间跨国集团就已经彻底分家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世上最凉不过人心，最狠不过权力。李隆基在那梨树下丢了媳妇，换回了老命，可他万万没想到，他那个一直唯唯诺诺、像个透明人一样的儿子李亨，竟然趁着老爷子魂飞魄散的当口，在05直接自个儿宣布接班了。您看那李隆基一路战战兢兢逃到了四川成都，本想着在这儿当个太上皇，遥控一下前方的战事，结果呢，05那边的入职通告发过来了，父皇您辛苦了，您以后就安心养老，国家大事儿臣我一肩膀挑了。李隆基看着那封加急快件，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这叫什么？这叫被董事会罢免后强行架空。你名义上还是创始人，还是荣誉主席，但公章、财权、人脉，一夜之间全被你儿子给格式化了。等到几年后，长安收复了，李隆基这个老头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大明宫。您各位细看，这回来的路可不是当年的锦绣大道了。他住进了偏僻的兴庆宫，身边跟着的就剩下那个老得快走不动道的高力士。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被踢出核心决策圈的老领导，给你挂个高级顾问的虚衔，把你塞进一个没网、没电话、没秘书的冷衙门。咱们得把显微镜对准李隆基晚年的一个细微动作。他每天在那兴庆宫的长廊里踱步，手里总是抹撒着一幅画。那画上画的是谁？自然是杨玉环。他对着画流眼泪，对着月亮叹气，甚至还找来方士，说要去蓬莱仙山找杨贵妃的魂儿。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老头子是真的深情吗？嘿，咱得往深了挖。这时候的李隆基已经一无所有了。江山没了，权力没了，连儿子都拿他当防贼一样防着。他唯一的精神资产就是那段跟杨玉环的往事。他必须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真爱丢了江山的情种，这叫失败者的自我粉饰。如果他不爱杨玉环，那马嵬坡的那一勒就是他这辈子洗不掉的污点；但如果他深爱杨玉环，那一勒就变成了忍痛割爱的凄美。这在职场公关里叫洗白文案。老李晚年的所有眼泪，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做公关。他想告诉后世，我李隆基不是个昏君，我只是个被爱情冲昏了头的可怜老头。他甚至还纵容白居易写出那首《长恨歌》，什么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您品品，这话要是真的，白居易怎么知道的？那长生殿里又没装监控，这都是老李为了留个好名声，故意放出去的公关通稿。而这时候的李亨，也就是唐肃宗，他在干嘛？他正盯着老头子的一举一动呢。老李想见见当年的老部下，不行；老李想多吃口点心，得看财务预算。最狠的是，李亨最后直接下令把高力士给流放了。这一招叫剪除羽翼。高力士是什么人？那是李隆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职场连接点。把高力士弄走，老李就彻底成了一个活死人。您各位试想一下，
一个曾经掌握着半个世界生杀大权的男人，晚年就缩在那黑黢黢的屋子里，听着外面小太监的冷嘲热讽，怀里抱着个发黄的画像。这时候他想杨玉环吗？他肯定想，但他想的是杨玉环的温软，还是在怀念那个能随意给杨家封官许愿，能让杨玉环吃上荔枝的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这就是人性最自私的一面。所有的怀念，本质上都是在怀念那个巅峰时期的自己。杨玉环成了他的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是大唐曾经的辉煌，和他现在落水狗一般的凄凉。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这不就是有些老老板退居二线后的样子吗？他在会上大谈当年的创业艰辛，说自己当年对员工多好多好，其实就是不甘心被现在的年轻人冷落，想刷点存在感。他嘴里的那个当年，就像老李嘴里的玉环，只是一个用来对抗孤独和失败的虚幻符号。这种死后的职场公关，其实是最虚伪的。杨玉环在土里烂了，杨家在那场动乱里被杀绝了，可李隆基还要榨干他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用他的死来给自己立一个长情的人设。这种披着深情外皮的二次剥削，才是权谋局里最冷的一把刀。您各位说，这长生殿里的盟誓，到底是给谁听的？是给天上的神仙，还是给地上的史官？在这场大唐职场的终极清算里，杨玉环早就出局了，而李隆基，他赢了名声，却输了一切。最后在那孤寂中咽气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那个被他亲手推向白绫的儿媳妇，其实也曾想过跟他好好过日子。话说这兴庆宫的秋风，紧一沉慢一沉，直往那李隆基稀疏的白发里钻。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大唐的第一号老董事长临了，身边竟连个端药递水的人都没落着。您看这李隆基死之前，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给儿子李亨交代那烂摊子，也不是怎么跟地底下的列祖列宗交差，他竟然在张罗着让那帮御用文人把他的情史编排成戏。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个人 IP 的死后运营。老头子心里明白，他这辈子在业务上是彻底翻车了，开元盛世被他亲手完成了安史之乱，这在 KPI 考核里那是妥妥的了。怎么办？他得开辟第二赛道，把自己从一个失职的 CEO 转型成一个伟大的情种。于是那7月7日长生殿的誓言就开始满大街传了。您各位细品那词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话听着多烫嘴，多感人啊！可您各位别忘了，这誓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那是公公抢了儿媳妇，那是权力对人伦的降维打击，那是马嵬坡前的一根冷冰冰的白绫。老李晚年最成功的公关，就是把一场血淋淋的职场谋杀包装成了一段旷世绝恋。他成功的让后世那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在提起杨玉环的时候，先想到的是美，而不是惨；先想到的是爱，而不是恨。咱们得把这显微镜对准那大唐的评论区，也就是民间的茶余饭后。李隆基死后，杨玉环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随时拿出来消费的流量明星。有人骂他是红颜祸水，说他吃垮了大唐；有人怜他是薄命红颜，说他是替老李背了锅。这在职场博弈里叫舆论对冲。老李通过这种争议，成功的转移了大家对他管理无能的注意力。大家都在讨论贵妃该不该死，却忘了问一句，那个下令让全公司资源围着贵妃转，最后又下令勒死贵妃的董事长，凭什么还能躺在皇陵里受香火？这就是高手的手段，把私德的问题扩大化，把专业的问题情感化。老李这一辈子，职场前半生是狼性扩张，后半生是娱乐至死，临了还玩了一手悲情营销。咱们再看看杨玉环留给这世间最后的遗产。
除了那几首诗、几段舞，还有什么？其实是给咱们留下了职场生存的3条毒辣教训。第1条，永远不要相信老板的私房承诺。长生殿里的盟誓再响，也抵不过马嵬坡前禁军的一声怒吼。老板给你的股权激励，给你的特殊优待，那是建立在公司盈利、大局平稳的前提下的。一旦公司要崩盘，你就是那个最贵的非必要支出。裙带入股是职场自杀的加速器。杨家人的疯狂套现，看似是给杨玉环撑腰，实则是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你在职场里带的人越多，关系网越复杂，你个人的风险就越大。因为当清算来临的时候，那一串名字都是你的负资产。被抢夺的资产永远没有安全感。杨玉环从寿王府到大明宫，那是典型的非正常渠道入职。这种跨越了底线的晋升，注定了他一辈子都要在那老男人的喜怒哀乐里讨生活，没有退路，也没有后盾。您各位咂摸，这大唐的江山，最后虽然被李亨给续了命，可那股子开元盛世的精气神儿确实是没了。那个敢说真话、敢任贤能的老李，死在了杨玉环的温柔乡里，而那个曾经天真烂漫、只想跳舞的杨玉环，死在了老李的权力算计里。这一场博弈没有赢家，只有一地鸡毛和一首唱不完的长恨歌。映射到咱们现在，这出大戏其实天天都在上演。那些为了利益不顾伦理的强联手，那些披着深情外皮的利益置换，哪一个最后不是落得个此恨绵绵无绝期？咱们老百姓听这八卦，听的是响儿，品的是这世道人情里的那点凉薄。您各位说，那杨玉环要是能重新选一回，她是愿意在寿王府里当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媳妇，跟李茂吹笛弹琴过一辈子，还是愿意去当那个惊艳了时光，却被时光勒断了脖子的贵妃？我猜啊，她哪样都不想选，她只想当个能自己做主，不用被当成礼物送来送去的人。这大唐第1大卦，咱们今儿就算给您码齐了。从家宴上的那一眼，到马嵬坡的那一铃，再到兴庆宫的那一泪，这权力的局、人情的债，都在这20年的烟火气里化成了灰。它是公公眼里的强心针，是丈夫心里的绿草原，更是大唐集团最昂贵的坏账资产。从寿王妃到太真道士，再到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杨玉环的每一步晋升都踏在人伦的禁区与权力的刀尖上。有人说这是旷世绝恋，可您咂摸，那华清池的水里泡着的，到底是真情还是算计？马嵬坡前那一根白绫，勒断的不只是他的脖子，更是大唐盛世的脊梁骨。当老皇帝在晚年的孤寂中，用虚伪的眼泪粉饰那场蓄谋已久的职场裁员时，这长恨一曲，到底是在祭奠爱情，还是在公关人性？下期预告，咱们聊聊那位在绿荫下沉默了一辈子的寿王李茂，看他如何在前妻变庶母的荒唐局里，活成了大唐最憋屈的影子。